10月26号，经过3轮袭击，以色列宣布完成了打击伊朗军事行动目标。如果真像以色列那么说的说是出动了100架战斗机，那其实这个规模还是很大的。我这边得到的这个消息呢，应该是在130架左右。主力的战机就是 F-15。F-15的话，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可以挂特别重的这个炸弹，但是它的这个缺点就是它的半径要稍微小一点，可能只有500-600公里，所以呢，它必须要在中途进行加油。KC-135的这个加油机主要是由美国协助来完成的，因为以色列境内应该不会超过5架加油机，所以这个它需要大力的这个外援。我想，这个真正深入到这个伊朗境内的，有可能是少量的 F-35。而大部分的那个主力的这个攻击战舰应该是在伊拉克的这个北部地区，从那个伊拉克的北部地区往那个伊朗境内去发射这个导弹，主要是巡航导弹。而且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发动这次行动，据说这个时间也非常有考量，就是在周5这个美股收市之后，这个是不是也有以色列方面给美国面子的这个因素在里面？这个美股的确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也是和美国为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划定了一条红线是关联的，也就是说，一个是不能攻打伊朗的核设施，第二个呢是不能攻打伊朗的油气设施因为这个美国也知道，一旦是攻击这2方面的这个设施的话，会导致市场情绪的波动，那对于这个选情是极大的这个不利。在另外一方，伊朗的这个股市呢，反而是这个有大涨的这个表现，然后另外第3方的这个市场，阿联酋和沙特的这个股票交易市场都出现了那个不同的这个涨幅。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市场认为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回击呢，还是在一个非常可控的这个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可能就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所谓的这个报复的军事行动了。观察指出，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体系依然在稳步运作，真主党庞大、复杂、坚固且高度机密的地道系统起到重要作用。黎巴嫩真主党地道系统分为3个区域：黎巴嫩南部地区、贝鲁特南郊以及贝卡谷地和巴勒贝克。地道的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如何有效打击以色列目标。同时，黎巴嫩与叙利亚边境也建有地道，方便真主党从叙利亚获取伊朗武器援助，同时也为真主党留有后路。据分析，黎巴嫩真主党地道大致分为4种类型：战略性进攻地道，可以通行汽车乃至中型卡车，也是最大型的地道；战术性地道，通道比较窄，主要用于人员流动、武器藏匿及日常生活；临近地道，靠近黎以边境，便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从地道发动对以色列的越境袭击。还有一种地道叫做炸药地道，就是当以国防军在黎境内地面行动时，炸药会被引爆。8月16号，黎巴嫩真主党曾发布视频，展示武装人员在地道中运送武器。视频中可以看到，隧道开有竖井，发射车无需离开隧道即可发射火箭，有效地增强了发射的隐蔽性和安全性。有学者指出，这种设计与伊朗的弹道导弹隧道网络类似。伊朗拥有规模庞大的地道系统，伊朗生产的大量无人机、弹道导弹都存放在这样的地下武器库中。当年正是看到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慑作用，伊朗才加大对真主党的扶持力度。2006年后，积极帮助真主党修建地道，使其地道数量、质量和用途都有所增加。我们知道，黎巴嫩真主党虽然不是一个正规的军队但是它的这个军事能力确实很强。接下来，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以色列继续对抗呢？黎巴嫩现在国会它的第1大党就是真主党，所以我们不能把真主党单纯当作是一个军事组织。它在这个黎巴嫩南部地区，特别是和以色列交界的这个差不多20-30公里这样的一个地带的话，他们对于当地的这种民生经济政治等等方面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对于以色列来讲，一旦明确了这20-30公里的这个地带，把所有的真主党的势力清剿完之后呢，他们会在那边驻军，而且驻军之后呢就不会离开，就是作为一个缓冲区嘛。对，会作为一个缓冲区，而且他们会非常霸道的把缓冲区放在黎巴嫩那一边。那等于说又在蚕食黎巴嫩的土地了。但是因为这种两边的冲突是一种常态化的这个存在的话，可能以色列这一边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可能是5公里或者是10公里也会成为这个军事区域这个原来的这些原住民呢就不准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
生活作业。有美国专家称，以军在战术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呢，其高层的战略规划却是不够明确的，这也是迟迟未能停火的原因。而且呢，还有观点认为说，以色列现在迫切的需要想一想如何来结束冲突。您怎么看？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上，可能以色列国内呢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致的这样的看法，但是，一旦当提到未来，那么战后这个地区该如何的去发展，以色列内部还处于这样的一种意见的混沌状态中，它很可能就会使得整个地区都处于这样的一种这种等待的状态。如果我们说以色列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激进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选择化，那么在地区内部很可能其他各方也会采取一种比较激烈的应对方式，那么整个地区的稳定就无从谈起。基辛格在去世之前跟美国智库界人士交流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一旦犯一次错误，那么对于以色列就是灭顶之灾。所以从战略的层面，他一定考虑的是我如何在战略上让我这个国家能够更加的安全，不能够再让比如说当年的阿克萨洪水这个事件再一次这个重演。以色列空袭报复伊朗遭到多数中东国家谴责。伊拉克政府发言人巴西姆·阿瓦迪透露，伊拉克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联合国安理会发送一封抗议信，谴责以色列利用其领空袭击伊朗。沙特和埃及谴责以色列侵犯伊朗主权并违反国际法，并表示达成协议才是缓和局势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近期传出的沙特邀请伊朗举行红海联合军演的消息引发外界极大关注。以往有着结构性矛盾的沙伊两个中东大国正在不断走近。眼下，以军正与伊朗主导的地区抗议联盟抵抗之狐多线作战。然而，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抵抗之狐的军事力量、科技手段、情报能力、外部支持均无法和以色列相比。尤其近段时间以来，随着哈尼亚、辛瓦尔、纳斯鲁拉等长期在抵抗之狐中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先后被以色列所谓定点清除，抵抗之狐遭受重创。对于主导者伊朗来说，既要维系抵抗之狐存续和伊朗的声誉，又要避免遭以色列沉重打击乃至陷入战争风险。因此，有观察指出，伊朗近期与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展开穿梭外交，寻求外援，成为伊朗当前的选择。我想，伊朗现在去摆脱这种困境的方式之一，就是要加强与抵抗之狐之外的这些力量的这种联络与合作。我觉得这个对伊朗来说有两个大的群体可供他选择，一个是全球南方，主要是一些归属在南方阵营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巴以冲突这个问题上，大部分的全球南方国家还是站在巴勒斯坦这一边。那么另外一个，伊朗很可能和一些非西方的大国去加强合作，包括俄罗斯、伊朗之间，据说还是要签署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合作的协议。当然，这些合作可能还是一个泛意义上的合作。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日前表示，沙特提议与伊朗在红海海域举行联合军演。一旦成行，将是两国史上首次。有分析认为，沙特与伊朗将举行地点定为红海海域，主要目的是减少红海危机对地区贸易和经济的影响。红海作为国际航运的关键通道，其安全稳定事关国际贸易畅通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巴以冲突爆发后，红海航道频繁遇袭，不仅对亚太国家通往欧洲的航运造成巨大影响，也对红海沿岸大国沙特的外贸构成严重冲击。值得一提的是，19号，伊朗就与阿曼、俄罗斯在印度洋启动了联合海军演习，沙特、卡塔尔等国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其中。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该演习旨在加强区域集体安全。除了两场演习，沙特与伊朗还计划互邀对方参观自己的港口。这是伊朗方面抛出的一个消息，那么沙特方面也没有完全的证实。但是双方军队互访的港口一定是对方的军港。那么互访对方的军港，这其实对于军事合作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一个部分，意味着双方都对对方有比较大的这种互信，愿意把自己最敏感的部分去透明地呈现给对方。实际上，由于伊朗与沙特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长期以来被视为地区对手，致使过去40多年摩擦不断，乃至多次断交。去年4月，在中国的斡旋下，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2个月后，伊朗提议与包括沙特在内的其他海湾国家建立新的海军联盟，旨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沙特与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议，双方外长共同呼吁停止针对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表达了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的愿望。有观察指出，近期伊朗与沙特、阿曼等阿拉伯邻国密切的军事互动，也凸显了中东国家谋求独立主导地区事务、重构地缘关系与安全格局的强烈意愿。伊沙就是从去年3月以来复交，然后一直走在这个和解的道路上，应该是走得比较稳健。他们的持续的和解，我觉得就确保了，中东尤其是波斯湾这个区域的平安，中东整体的，尤其是海湾的石油出口，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可以说是中东的这个经济的最重要的地区还是保持了稳定。第二个，我觉得它也抑制了目前尤其是以色列的这种耀武扬威，或者说过度使用它军事的力量的这么一种冲动。您觉得这个中东目前他们这些国家对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话，要看阿拉伯国家的带头大哥到底是谁。在这个里面呢，沙特、阿联酋、约旦这3个国家呢，其实对于整体的这个中东局势呢是有比较大的话语权的，特别是沙特和阿联酋。那这2个国家呢，我们来看，在过去的10几年当中，特别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了，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来说的话，不是去帮助巴勒斯坦建国，不是和伊朗搞对抗，而是要发展自己的非石油的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改良它的产业结构，然后进一步发展它本土的这种特色的这种石油经济、后石油经济时代的这种经济结构。其实是要发展经济，要进行多元化的这种努力。对。而以色列它这一次对于伊朗的打击呢，实际上呢，对于海湾的这个石油生产带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且一旦两方擦枪走火，比如说以色列把伊朗的某些油气设施给袭击掉的话，那有可能伊朗会做出相应的一些极端举动，比如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直接给关掉了。那对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就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呢，它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简而言之，就是要和平谋发展对，这才是发展在第一位了。那近日呢，我们注意到沙特主动的提议要跟伊朗在红海举行联合的军演，如果要是成行的话，这是史上首次了。沙特主动提议有什么样的深意？这个军演的地点又有何选机呢？我们都知道，胡塞它背后最大的支持者是伊朗。如果伊朗切断对于胡塞的支持的话，其实沙特就能够稳定整一个红海局势。所以，沙特想要在红海进行非常有效的这种军事演习，它必须要有伊朗的参与，或者说是伊朗对于胡塞有相关的动作的限制。而且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沙特它主动邀请伊朗加入这一次的军事演习，也是想向外界，特别是向美国来宣示自己作为整一个中东的地区大国，是有这种自主性和这种能力来整合多方资源，来确保中东局势稳定的。就我们知道，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极力的拉拢沙特、阿联酋加入他所谓的护航联盟，但是这2个国家没跟现在呢，沙特反而主动的邀请伊朗来跟他军演。其实这时候最生气的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了，是这样的。美国和以色列肯定会非常的生气，但是这也是美国造成的。就是谁种下的因，谁就要收获这个果，就是因果相应。对，因果相应哈。因为阿拉伯之春之后呢，美国实际上是没有去考虑沙特的这个安全利益，而是极力的去支持所谓的地区的这些民主化的力量，支持他们上街去游行。然后甚至当沙特想去这个控制这个巴林的局势的时候美国都不支持，而且美国当时还是间接的促成了埃及的这个穆巴拉克的下台，也就是让沙特突然意识到美国这个盟友可能是靠不住的。那么这个关系的渐行渐远，实际上我认为可能主要还是美国在推行所谓的印太政策，它慢慢的减少了在这个中东地区的投入，那么沙特就不得不
进行一个更加自主的选择，就是如果你不能够保障我的安全，那我就要靠自己来保障自己的安全。美国在中东地区长期驻军。近期，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肯尼斯·麦肯发表题为《为威慑伊朗，美国必须重新思考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布局》的文章。他表示，应将现有驻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转移到以色列，以便在以色列与伊朗交战时进行应对。美国插手中东事务是要灭火还是拱火？当地时间27号，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启。此次出席谈判的美方代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号曾透露，美国准备研究停火协议的新框架。实际上，对于此次谈判能否达成新框架，外界期待值并不高，原因是美国大选已经进入倒计时。有分析认为，近期美国的外交斡旋也好，参与谈判也罢，更像是一场给民主党正分的外交秀。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罗南巴尔日前向国家安全内阁提交了埃及方面给出的停火提案，即与哈马斯休战2天，换取释放4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并进行为期10天的停火谈判。大多数以色列部长及安全部门负责人表示支持该提案，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坚持只有在炮火下才能达成协议的原则。有分析认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此时在有关停火与释放被扣押人员方面取得任何进展，都是在为拜登民主党政府助选，这是他绝不愿意的。What is your message to Iran? Well, first of all, do not respond. It would be a mistake. And we are prepared to defend Israel as we have before. We will again. 实际上，哈里斯近期发表以色列有权自卫等言论，被认为明显是在拉拢拥有极大影响力的犹太裔选民。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最主要的金主大部分是犹太裔。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近日就通过为哈里斯助选的组织未来前进美国行动捐赠了5000万美元。有统计显示，哈里斯竞选资金的28位金主中有21位是犹太裔，前5位金主均为犹太裔。其中最大金主迈克尔·布隆伯格是著名企业家，也是美国彭博集团创始人，曾任纽约市长，并曾在2019年助力拜登获胜。布隆伯格来自犹太人家庭，在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他便撰文称以色列不应孤军奋战。特朗普近段时间则对以色列表示坚定支持。But we'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Israel, and they know that. Bibi called me yesterday, called me the day before.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So we're going to do a lot for Israel, and we're behind them. 特朗普还借机攻击民主党的对外政策，称内塔尼亚胡不听拜登的建议没错。分析指出，特朗普需要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来巩固他的右翼选民基础。据以色列的民意调查显示，58%的人希望特朗普胜选，只有14%的人希望哈里斯胜选。布林肯结束了自从去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第11次中东之行，到底有没有什么效果呀？实际上，拜登政府对于以色列县政府的影响力，我认为是有限的。我认为布林肯来访问中东一直在做出这样一个斡旋的姿态，他可能更多的也是出于国内大选的考虑。因为在美国这个今年3月份初选的时候，就是大量的穆斯林裔以及所谓的就是政治观点比较自由派的这样一些美国的白人他们已经在关键的几个摇摆州发起了叫做uncommitted vote， 就是说我不支持拜登县政府的这个政策，我不保证我会给你投票的这样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在3月份的时候，其实是对于民主党的选情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的。他们是非常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去有所行动，能够迅速的去停止这样一个流血冲突但是拜登政府其实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办法做到像选民希望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布林肯多次的访问中东，虽然徒劳无功，但是他还要继续访问，他一定要做这个姿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之前呢对待以色列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但是最近呢一再的表示美国支持以色列自卫。有人说他是在故意的拉拢这些犹太裔的选民，而且呢有观察指出，
大多数的这个犹太裔的金主都是压住民主党的，这是为什么呢？传统上，民主党就是跟犹太裔的这些利益集团是深度绑定的。我们知道哈，就是民主党的几大这个金主来源，一大是金融行业，这个是犹太人是占绝对的统治力的。还有呢，是我们说的传媒娱乐行业，然后第三个是高科技行业。实际上，犹太裔在高科技行业也是有非常多的代表的，比如像扎克伯格，他就是犹太裔。这就是民主党传统的金主哈，都是来自这些行业的，他们的利益绑定是非常的深的。但是今年，由于拜登政府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他表现得不够坚定，而有大量的这些犹太人、这些风险投资家，他们都开始转而支持特朗普。美国大选是7个摇摆州，最重要的摇摆州是宾夕法尼亚州，宾州有19张这个选举人票。宾州的这个人口结构构成啊，犹太裔占了6%，而穆斯林的话只有3%。宾州的犹太裔是远远高过穆斯林的选民的，这一点实际上很有可能到了最后，就是宾州开票的时候，如果这些犹太裔对民主党不满意的话，就会导致民主党最后失掉宾州。我们注意到最近特朗普他说他每天都在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啊，有人认为他就是为了拉拢犹太裔的选民，但是最近呢，他又提醒内塔尼亚胡说要赶紧结束战事，恢复和平，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大选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头，其实目前为止，相对于两党的一个基本盘都已经是比较固定的。那么更多的是争取中间的这种选民，而争取中间选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不能够犯错。所以对于特朗普而言的话，他现在一是要表达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绝对的支持，但同时也实际上是为了能够给内塔尼亚胡划定一些他的这样的一个界限也好，或者说是行为原则也好，来表达特朗普对于以色列未来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的一个愿望。他第一任这个总统期间的这个表现就能够看出来，特朗普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半犹太人的这种方式来支持以色列的，不管是把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还是直接承认以色列对于戈兰高地的主权的这个拥有，都是在历届的美国总统不敢去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预判，一旦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话，我认为他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和解，同时的话可能是以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无法预料到的出其不意的这个方式，为以色列进一步的去争取巨大的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需要拭目以待。